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咱们来说说中国以及东南亚，因为这段时间发生了真的很多事情。首先就是在柬埔寨的8月5号开始开挖的德崇南福运河，这个运河呢特别的重要，所以呢让越南特别的抓狂。大家也知道了啊，这个运河长180公里，对吧？其实就是大概离它首都30公里左右，从那个地方湄公河开挖，然后呢直接开着一道180公里的运河进入泰国湾，这样柬埔寨老挝他们的船只直接从湄公河进入泰国湾，也就是说，今后柬埔寨有了自己真正的港口，今后柬埔寨的老挝的货物出口直接可以从自己的港口装船，然后呢运到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去。而以前要经过越南，而越南你们也知道，这个国家一直对柬埔寨是怎么样的，对吧？龙哥在柬埔寨搞的那个运河工程简直太震撼了，才开工半个月就已经推进了11公里，这速度简直了！2500台挖掘机和卡车，24小时不停歇的狂飙作业，场面壮观的让人啧舌。虽然也有人担心扰民、环保和超载的问题，但工程队完全是放手一搏，4年工期说干就干。原计划2年完工，现在看起来这目标好像还真不是事儿。柬埔寨人民都看傻眼了，2500台挖掘机同时开挖，运土卡车呼啸而过，工程队配合的那叫一个井井有条。大家都以为这已经是极限了，没想到最近又有5000辆挖掘机从国内杀到柬埔寨，这阵势让当地人彻底蒙圈了。照这个速度，185公里的运河不到10个月就能初步疏通，现在又多了这5000台猛兽，工期肯定还能缩短。龙哥这波操作简直就是在创造奇迹啊！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基建狂魔的壮举，这称号可不是随便就能得来的，真是让人不服不行。根据网上的资料，这条运河总长180公里，深度大约6米，考虑到两边斜坡，宽度大概为100米。这么算下来，总共要挖的土方量大概是180公里乘以100米，再乘以6米，也就是1亿800万立方米实土。挖出来的土会比较松散，估计总量会达到2亿5000万立方米左右。我们用的是20吨级别的挖掘机，一台机器白天能挖1500立方米，晚上能挖1000立方米，这样一天下来，一台机器能挖2500立方米。如果把整个工程分成100个标段，每个标段1.8公里，那么每个标段安排10台机器，总共就需要1000台挖掘机。按照这样的配置，一天可以挖200万立方米的土，大约125天，也就是4个月左右就能完成主要挖掘工作。接下来的4个月里应该不会下雨，到今年年底这条运河就可以挖通。然后利用接下来的1年里不下雨的时间，把护坡、管线、河床等工作都做完，预计2年内就能全部完工。整个工程需要1000台挖掘机，这意味着100个标段，每个标段10台机器，加上2500名挖掘机驾驶员和500名管理人员，总共大约需要3000人。此外还需要3000辆土方车和1万名司机，再加上其他辅助人员，光是挖掘阶段就需要大约15000人。按照每人每天400元的工资计算，再加上100元的生活开销，这样每天会给柬埔寨带来大约150万元的额外消费。越南以自己东南亚老大哥自居，对柬埔寨以前进行过侵略，然后呢一直在压榨着柬埔寨。比如说到目前为止，柬埔寨它的货物只能够通过越南这个港口海运出去，所以呢要收过路费。据说每一个集装箱要收$300的天价，可以说让越南挣得盆满钵满。柬埔寨已经忍气吞声了数十年、上百年了。2024年8月5号是柬埔寨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开工典礼那天，全国放假一天，一片欢腾。才过去2个礼拜，就挖了10来公里了，有的媒体说是11公里了，就算10公里吧，那还是2500辆挖掘机挖的。现在突然又增加了2倍，现在是7500辆挖掘机，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可能只需要7个月就可以挖完。那这样算起来，到明年可能5月1号就全部挖通了。按照中国基建狂魔这速度可能今后这河堤加固工程还有其他水利工程等等一系列配套工程，也许这180公里1年就可以了。计划工期是4年，也许按照现在进度2年就可以了。你看这个基建速度，全世界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国家可以做到？
这点我觉得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完全自豪。关于开挖运河这个事情啊，因为我在德国，所以我自然会联想到德国。假如让德国建筑工程公司、路桥公司去挖去建，中国4年时间，我觉得德国至少要40年时间，甚至更久。因为180公里是很大的工程，对德国来说。首先，它的挖掘机全国我不知道有没有2500辆、2500台，然后还有那么多的那个货车呢，就是运那个泥巴的货车呢，对不对？它有这个调动能力吗？美国同样可能也需要40年时间。这次通过这个德崇福乃运河，就可以让全世界对中国的基建能力大吃一惊。肯定有些国家他肯定心里非常的担心这个运河我发现德国根本就没有报道，我只看见了反华媒体自由亚洲电台进行了报道。大家知道自由亚洲电台是谁的吗？是某国政府拨款，专门为了搞乱亚洲的，为了搞颜色革命而设置的一个台，自由亚洲电台。它的母公司叫美国之音，大家明白了吗？它的报道肯定是非常负面的，一个是说这个运河会破坏湄公河的这个生态，对吧？一个是从环保，另外一个中国开凿这个运河，还有在那里还建设港口，肯定是有军事用途。中国建立全球霸权野心的一步，这是自由亚洲它的报道方式。我相信如果德国媒体报道，肯定与自由亚洲保持一致的，没有其他的，因为这太正常了。凡是对中国有利的，那他们的报道肯定是从反面去报道，所以我觉得很好这样理解。只要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的是负面的，那我们反着去理解就对了。也就是说，湄公河的生态不会受到任何影响。那另外一点，即使中国把它用于军事用途，难道不可以吗？湄公河这个运河，还有这个港口，对中国不管是从军事还有经济来说有用对中国有用的那就好的，对吧？你这个漂亮国或者你这个丑国，在全世界到处都有你的那个军港，听说有800多个军事基地，在全世界有人的地方，那可能就有丑国的军港。你丑国可以800多个军港，全世界而中国呢，在海外只有1-2个。据我所知，就是在那个东非的吉布提有个真正的军港。你丑国全世界可以建军港、搞军事活动，那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呢？中国建一个这样的运河，对你这个丑国就是军事威胁了，真是岂有此理，对吧？我觉得中国建的太少了，要建多一些，才能保证中国贸易线路。因为中国它的出口量在世界是第一的，对吧？虽然占中国的 GDP 比例不是特别高，但是它的那个总量在全世界是妥妥第一的。也就是说，这点贸易线路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另一个，中国的能源安全非常重要。所以呢，中国真的需要更多的军港，军港越多，我认为给世界带来的和平就更多，而不像某大国。反正自从我懂事以来，凡是有某大国染指的地方，就是有战乱、有贫穷、有杀戮的地方。这点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我不需要说太多。乌克兰是最好的例子了，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利比亚，这些就是几个非常好的例子，对不对？另外，中国要建立海外军事基地，扩充中国的海军力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能源生命线，这点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比如说，中国大部分80%的能源是要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对吧？马六甲海峡被谁紧紧地扼住这个咽喉？又是丑国，对不对？新加坡得益于这个马六甲海峡它的交通要道，所以让新加坡能够迅速的富裕起来，也是个原因。所以因为挖湄公河的运河，也就是德崇福乃运河，现在呢，网友们的脑洞又大开了。据说现在中国泰国高层又把一项事情呢提上了议事议程，那就是克拉运河。现在泰国方面称为泰国运河。这个运河我们从地图就可以看到，可以说在泰国南部，它那个非常狭长的地带挖着一条运河，然后把印度洋和泰国湾把它打通。对于中国来说，那是天大的好事对吧？对泰国来说也是天大的好事。当然，对于所有其他
要经过原来马六甲海峡那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大好事。那今后那可能这个马六甲海峡就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了。因为如果今后呢能够把这个泰国运河把它开挖成功，那今后这条航线要比通过马六甲的航线据说要节约1200公里。你想想看，能够带来多大的经济好处啊！那最不愿见到这种情况的是谁呀？绝对是一个是某大国丑国，另外一个是新加坡，对吧？新加坡今后可能它的国运是另外一样了。通过开凿福南运河，你看让全世界见证了中国这基建狂魔的那个魔力，它基建狂魔的能力有多大。我相信呢，今后在开凿克拉运河的时候，泰国十有八九会选中国。开凿福南运河，让全世界，特别让东南亚这些国家真正的看到了，可以说心服口服的看到了这个中国的基建能力有多强有多快，对吧？而且最近呢，泰国方面他们国内的政治有些改变，比如说现在泰国总理是那位他信的女儿，是位美女，而且非常年轻。他信家族可以说是泰国政界不倒的常青树。他信做过泰国的总理，对吧？他信的妹妹也做过泰国总理，现在轮到他信的女儿了。他们有华人血统，而且他们都是非常理智的人，明事理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家族不会与中国为敌。光从这点来说，我觉得就很乐观啊。可能今后泰国运河在中泰之间很可能会很快达成协议。如果这个变成现实的话，那对中国来说这是近几年天大的好消息。哪些国家最不愿意看到？首先是丑国，另外一个是三哥。几年前泰国克拉运河曾经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但是后来呢就慢慢的冷下来了。以前我记得有的地方我看到过啊，就是说克拉运河这个地质呢非常的复杂，开挖的那个难度非常非常大。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说服力不强的理由，非常牵强，我认为。因为按照中国目前这个基建水平还有技术啊，这绝对不是什么难度。比如说现在中国完全有技术有能力，而且正在开凿天山隧道，就是打通北疆南疆的隧道，类似的这个难度非常大的隧道很多。比如说中国这个高铁的建设，特别是中国西南部，它的那个地质非常非常复杂，照样能够挖通而成功通车等等，对吧？所以我不认为啊这个克拉运河它的难度有多大，况且它是露天的呢。当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人，所以呢我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我只是从一个路人甲的角度来分析。与其他中国这个基建项目相比，这个克拉运河它的地质我不认为要比其他的项目要更复杂，所以呢这应该从技术方面是可行的。而从这个基建能力方面来说，中国完全有这个能力。而且这几年中国的房地产不是特别不景气了吗？对不对？如果挖完柬埔寨福南运河项目之后，接着挖泰国运河项目，那这个衔接真的是天衣无缝，然后可以给中国基建这个产业有很多年的红利。挖克拉运河有100多公里，但是它宽得多啊，它也深得多，所以它的工程量也大得多，需要的时间可能也长得多。对中国基建产业来说，真的是大好的消息。刚才说了一个是柬埔寨福南运河项目，对吧？刚才又说了泰国运河项目，接着我们说第三个话题，那就是泛亚铁路。我们知道泛亚铁路呢是从中国一直通到新加坡，这个铁路打通整个中南半岛，这是非常重要的铁路线，也是中国一带一路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目前看来非常的成功，因为自从中老铁路，有的也称中老高铁通车之后，老挝的经济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老挝是受益最大的国家，所以老挝全民可以说从政府到民间就特别感谢中国出技术出资金帮老挝修了这条中老铁路，或者叫中老高铁。甚至在开通运行那天，老挝领导人泪流满面他们特别感谢中国。然后又加上印度尼西亚时速350公里这个高铁的开通，又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所以泰国方面很快你看就达成了协议，中泰高铁现在正在进行当中，而且要不了多少年，从昆明到泰国首都曼谷坐高铁可以直达了。马来西亚现在也转过头来了，
现在正在讨论以新加坡建这个高铁，也就是从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到新加坡，那今后连接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这个高铁也就水到渠成了。那今后从中国的昆明真的可以坐火车就可以到达新加坡了。但是目前啊，最急的是另外一个国家，那就是越南。越南这个国家，我怎么说呢？五味杂陈。对这个国家，我觉得我很难有好感，因为越南啊，虽然是社会主义兄弟，可是他奉行的这是墙头草的外交政策，也叫竹子外交，也就是说，东风大一点就往这边，西风大一点就往另外一边，就是说两头拿好处。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边想向中国得好处，另外一边呢又紧抱那个丑国的大腿，与中国对着干，比如说在南海啊等等，对不对？现在越南他提出了这样的非常宏伟的南北高铁计划，大概1500公里，投资600亿美元左右。首先越南拿不出这个钱，然后他们会想到，因为越南的各种各样的高官过去呢已经密集访华了。甚至前几天，越南刚刚才上台几天的领导人，新的领导人叫苏林，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中国，去拜山头去了。他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而且中越两国达成了与高铁有关的协议。越南过去啊，他根本就不想让中国帮他修高铁，让谁呢？日本，阿三哥让日本帮他修高铁，对吧？中国南方的邻居越南也让日本帮他修。但是过了10几年，修了个寂寞，对吧？1厘米的高铁越南都没有修起来。所以去年的时候，越南通过了国家的宏伟计划，就是把越南北部的这个三角洲，它有2条高铁，他们放弃了自己米轨这个方案，而采用中国也使用的标准轨。它的目的就是想与中国铁路网把它连起来。而刚刚越南政府通过了决议，越南南北高铁也采用标准轨，很明显了嘛，就是想与中国高铁网络连起来，与中国整个高铁网连起来之后，它也能够享受到中国发展的红利，这其一啊。但是越南的小算盘打得啪啪响啊，为什么？这个越南高铁投资600亿美元，对吧？好几千亿人民币，对中国来说也是不小的投资了，对越南来说那就是天价了。所以修建越南南北高铁的时候，越南方面特别的精啊，鬼精的啊，钱是你中国出，技术要你中国给他，另外呢不给你经营权，也就是说中国出钱出力帮你弄好，什么也没有得到。他的算盘打得也太响了。越南建成了南北高铁，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吗？肯定是坏处大于好处，对不对？越南的基建发展起来了，越南的经济发展更好了，那么今后可能会抢走中国一些投资，也就是说，本来一些外国投资想到中国去的，但是呢，中国帮越南发展起来之后，他们想到越南它的人工成本更低，现在基建那么好了，然后今后呢就到越南去投资了，对吧？越南政府打的算盘更响的是，越南它的能源是跟不上的，对吧？帮你修了高铁之后，越南还想中国帮他建立能源产业，特高压输电技术他们也想要。也就是说，越南的算盘是这样啊，只想从中国得到好处，而不给中国任何的利益。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所以从中国国家利益来说，我的观点可能不成熟啊，我认为啊，中国不能够帮越南建什么高铁，也不能帮越南建什么水利工程或者是发展电力，绝对不能。否则这真的是农夫与蛇啊，这种事做不得。前面说了啊，越南现在特别急，要建那个南北高铁。为什么特别急呢？因为眼看着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特别是泛亚铁路，现在它的工程推进特别顺利，对吧？越南大有被边缘化的风险。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越南的南北高铁对中国来说可见可不见，最好是不见。因为从昆明下来，经过老挝，进入泰国，再到新加坡，路线最短。目前中老铁路运行的非常的成功，从老挝到泰国的铁路很快要修通了。那就是说，从中国云南到泰国首都曼谷，这个铁路很快就会通起来。有这样的想法，
现在正在规划的是从泰国首都曼谷修一条铁路或者高铁到柬埔寨的首都，这样你越南参不参与进来就根本就无所谓了。所以现在最急的是越南。另外，越南南北高铁不修，但是越南北部有一条铁路可以把它连起来，那就是从中国广西南宁经过越南首都河内，然后呢直接到老挝的首都，这条线也是非常短的，对吧？把它连起来，至少对北越也有好处。南越如果你清丑国无所谓，把北越的经济跟中国紧紧联系起来，我觉得这样要比发展越南的南北高铁更好。所以你看，中越两国之间的形势啊，完全掉了一个头，对吧？就在5、6年前，好像中国特别希望越南与他合作修南北高铁，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个形势调过来了，现在是越南着急啊，中国不着急了。所以我觉得啊，一个国家的国运有的时候呢，与一个时间点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个时间到了，对你这个国家，比如说同样一件事情，以前对中国特别不利，而现在呢，才几年时间，你看对中国特别有利。而且当下我们可以看到啊，西方这些国家会使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尽可能与中国脱钩。那今后这个世界很可能会分成2个不同的阵营，没办法，因为是西方要这样，不是中国啊，是西方啊，可能有一些国家跟着中国走。另外一个呢，就是以丑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形成另外一个阵营，彼此要交流的时候，比如说一些贸易方面的东西啊，或者一些西方不得不从中国进口的东西，比如说某些稀土啊等等，对吧？或者西方一些没有的技术啊，中国有的，才可能跟中国有交流。所以对今后呢，与西方的交流，我倒是呢比较悲观。反而我觉得中国最重要的是要发展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特别要搞好这个中国与东南亚这些国家的关系。刚才提到的不仅是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是谁啊？缅甸。其实缅甸绝对是中国要争取一个对象，因为缅甸是中国到印度洋最便捷的出海口啊。比如说可以修中国到缅甸的高铁，也可以同时修中国到缅甸的高速公路。那个地方有非常优良的海港，而这个海港是中国要努力争取的，而且可以用于军事用途。我觉得中国可以高调一点，既然你丑国可以这样用于军事用途，那中国为什么不能呢？我觉得中国根本不用那么低调，该说亮话的时候就说亮话，该直白的时候就直白，就是要西方不好受。好了，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而且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不想发生战争。通过过去中国这一些年的布局，就可以看到啊，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成功的。而且有民调显示啊，就是东南亚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要比对美国的好感度多得多。东南亚这些国家与中国就是邻居啊，对吧？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啊。任何一个理智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我觉得都应该有这个意识，那就是与中国搞好关系，与中国这个最大的邻居，这个大哥搞好关系。那中国有肉吃，你们这些小弟不仅有汤喝，而且也能够吃到肉，而不像跟丑国啊，他吃肉，你那些小弟连汤都没有喝，会饿死啊。这就是区别。朋友们，今天咱们就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柬埔寨福南运河有什么看法，以及对将来的泰国运河有什么看法？还有呢，越南南北高铁，你们觉得中国应该出钱出力帮他们修吗？好了，请在下面留言。